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主要委员第一位是好久不见康收视的绿化委员林居健。各位观众好，失散多年。对，你的兄弟们都在这里。OK， 来，资深媒体人李国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吴哥好，大家好。今天没有假动，有啊，你还在这？那因为投票时间今天比较晚，2点半，下午2点半。OK， 因为每一次来宾都觉得是，反正国民党就冲着你要把你绑在立法院就对了，就是这样一个状况。OK， 好，那今天呢，这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一样，跟现场来宾，你会关心的包括国内真的会有大罢免潮吗？那包括前几天林炳文发的那几封脸书，在国内政坛会有什么样一些的风暴？但最重要一点就是，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抗告时间算一算的话，差不多，因为明天是礼拜六嘛，就是在这2天。那当然，你可以看到黄鸿章已经暗示了，告诉你说柯文哲会提抗告，因为最后时间压线会提抗告。而除了这个以外，明天111，那对于小草来讲的话，那整个小草大集结，你会看到什么样一个场面呢？可是这2天，创下起诉书越来越多的东西出来，那当然大家也看到，你也听到黄鸿章有点心疼的说，他觉得柯文哲就是太心软，被人家借势借端，要不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言辞之间，当然他也讲，他就是心肠比较硬的，显然2个人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吗？其实今天呢，真的很冷，但是可能有些人心里会更悲凉，那悲凉就是明天嘛，1月11号对不对？要集结起来了，要辩护阿北对不对？可是呢，他们最后面还特别讲说，那一天大家好好学一首歌《铁窗泪》，对不对？因为他们要大合唱。那我以前是没听过这首歌啊，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下一开始的口白真的很心酸。一个人的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悲哀，就是失去了自由，就是失去了亲戚和朋友，好悲哀。但是还有更悲哀的是，一个自称157一辈子认为自己聪明绝顶的人，现在被老婆说失智老人的前兆，这真的是够悲哀了，对不对？一个这么聪明人最怕人家讲这件事情了，对，所以这个柯文哲真的很悲哀。然后这种悲哀里面呢，你就看到了黄国昌呢也接受了访问嘛，然后特别去强调了柯文哲呢就是心太软，常常的对人家是借势借端，那其实但我很硬，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连接到明天还有抗告，有一个气氛正在铺陈。这种铺陈呢，我很硬，对不对？柯文哲太软，那代表时代不同了。柯文哲时代过去了嘛。然后另外一个呢，柯文哲现在看起来杀是不是他犯的错，是别人害的。可是可能柯文哲还是出了点事。所以也是说出了事了嘛。然后他又说柯文哲呢喜欢呢留一条路给人家走，可是柯文哲常常会告诉他周边的人仙人指路，我们应该怎么走，对不对？所以你会要起诉书里面被告柯文哲依法执行羁押，讲屡次都称政治迫害、罗斯罪名、陷害无辜人民，然后还传讯陈佩琪说，我觉得正面应付，让每个人都知道就要变成政治迫害，所以这条路柯文哲一开始就已经铺好了，我们就知道上次的那个陈志汉的那个赖，对不对？8月22号，说那个死期，他一直到8月29号，那一个礼拜不是也在铺成一条路吗？那条路走不通，现在这条路就是政治迫害。那政治迫害里面呢，你要怎么样让人家有感觉？失智老人的前兆。然后现在这个情况，然后大家就好悲凉哦。明天的那个歌声响起的时候，多少人铁窗泪陪着柯文哲一起落泪，然后抗告，然后在抗告里面的理由恐怕已经不是羁押了，不是串证了，而是身体因素。不要忘了，当年柯文哲曾经是阿扁的医疗团队，所以这个时候保外就医是不是开始铺陈？因为事实上，当他在第一次羁押的时候，就有一些台大医生，也在节目上，那时候我在场。他的学生就提到了，怎么会突然觉得说在监视器里面会看到赖清德呢？就觉得赖清德在监视器里面看着我呢？那其实就在铺成一个认知，可能在这种情境之下有一些需要处理，所以那时候他们就预告，搞不好就下一招就是保外就医。那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那柯文哲为什么在铺成这个？你会看到
到现在为止，应小维一定在教区嘛。最后一次那次羁押庭，他多乖呀，多么配合啊！但是还是被羁押，我想他心里会不会怨？都是你们那边还在搞这么高调。然后沈庆金呢，他在赌嘛，他的身体就是不好，然后77岁了，你能够压我多久？你的医院里面敢扛多久？你的寓所里面的御医敢扛多久？那李文忠呢？我都跟你一次讲12小时了。应该算是犯罪态度良好。那柯文哲为什么一直没看告？他当然是一个压到最后一天，然后另外一个是明天如果氛围气氛，如果有那种悲情牌可以打，那当然会变成他的一个抗告里面可能的重要理由。不过我还是觉得说，因为我认识太多聪明的人，他们最痛恨的就是老婆说我家那个老公啊快要失智了。那个对柯文哲来讲可能是蛮伤的。你不知道为什么陈佩琪会有那样一些感触？当然你说夫妻相处，尤其老公如果要压了4个月出来，会不会情绪上面会是那个样？可是对柯文哲来讲，大家看到的毕竟是后来在中央委员会以后开直播，然后侃侃而谈的一段很多的这些。但如果真的要把当黄商讲到他跟柯文哲不同风格的时候，东豪，借势阶端是法律名词吧？是，那就是贪污，是吧？我们的贪污罪里面有一个叫借势阶端吧？是，那个借势阶端是说你这个人，因为你有这样的权势，你用这样的位置去借势阶端。是的，但在黄国昌的口中，柯文哲是因为心肠太软，他被别人借势阶端，他都是被利用的这个角色。但相对，如果当他已经讲出来，我跟柯文哲不一样的时候，创下口中时代已经不同了。不要再去讲前面的时代，可是你再从起诉，我讲现在大家会把那个800多页里面，尤其有证据清单的，现在慢慢爬出来。谢国良妈妈捐的那一笔是邱佩玲拿去的，是也在市长室吗？对，柯文哲这么爱市长室吗？方便啊，方便啊，市长室最方便最安全啊。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起诉书的话，哈，在212页，这里面有好几个人，一个叫邱佩玲，其实邱佩玲，你看到邱佩玲第一段第一段有一个200万但是它不是这个谢国良妈妈的200万，是这个信义房屋周俊吉创办人的太太的200万。邱佩玲讲了一句话很好玩哈，就说至于这笔款项是我拿去市政府市长室，或者是市长室这边请人来拿，我忘记了。是人家来拿的，还是我拿去市长室？居然会记不清楚。邱佩玲是我朋友，他姐姐，他记忆力很好。那表示什么？次数太多了，不确定啊。就是市长室那边派人来我这边拿的也很多，我拿去市长室的次数也很多。所以才会不确定说这一次到底是在市长室还是他那边派我，还是这一段有一点避重就轻。所谓避重就轻是大家都觉得市长室交钱，我不管那个叫贪污受贿的钱、政治现金吧，因为那一定不是合法政治现金嘛，所以合法要照着法令走嘛。就是人家要馈赠的钱都好。在市长室，因为每个人直觉都会觉得这个如果讲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不一定啊，因为那个你看那个表出来的那个邱圈林，至少有7次嘛。他很多次啦，那只是有查出来的啦，那个是一个 Excel 档里面有的，一个 Excel 档没有的了。所以你如果有印象，柯文哲不是常常晚上跑到邱佩玲他家吗？搞不好啊，那个时候也是交钱的时候啊。然后你再看借势阶端被借势阶端。谢国良是直接讲，他是把钱交给了邱佩玲，他亲自送到邱佩玲家里，所以后面邱佩玲就讲说，谢国良有拿现金200万给我说是他家族要捐的嘛，所以呢，我就将这个款项拿到什么？柯文哲位于台北市政府的市长室，亲手交给柯文哲。那柯文哲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他不确定，不知道。但是如果邱佩玲讲有就有，当然，就他不否认这一段。好了，这个你就拿这200，其实这里面我讲的这是2个200万，一个是这个到底是在市长室交，或者是市长柯文哲叫人家去拿的，这是一条钱。第二个200万是谢国良的，这个200万你也没有进现金专户，如果你借现金专户，今天这个事情又不一样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然后你不用跟社会大众讲一下吗？撇开我对柯文哲个人的好恶来讲，一个总统候选人，而且拿了369万票的人，难道你觉得你不需要讲一下吗？你要用这个理由说
这个是被借势阶端吗？再过来，嘉义大善人的300万，人家那个怎么讲啊？你那边的人说你个人办公室哦，是用个人办公室的名义去跟人家说，要不要偶尔一下？既然你那边开口，我就干脆一点，全部都给你说缺300，我就给你300。所以为什么是300？我们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给太少了？就是因为周芳如跟这个陈邱金章那边讲，因为个人办公室要装潢缺300，怎么会个人办公室装潢要到300万？那个也是在市长室。怎么会个人办公室装潢要到300万？那个也是在市长室。你知道，因为等一下你会讲到郑淑馨，你可以先讲也没关系。郑淑馨在讲啊，因为柯文哲对钱看得很重，2014年的时候看得很重，汉朝就是周芳如啦，邱义凯、小凯他们，你知道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柯文哲的信任跟好感？你如果是当年你只要是拿账单去报账，说我这边花了多少钱的，都会被他念，都会被他嫌，他会怀疑你有没有 A 钱。但是你如果可以集资30万给柯文哲，当年的柯文哲会怎么样？会感激涕零，哦，好感动。所以后来那个管账的就是汉朝的人派出来的，30万而已。后来嘉义大善人的30万是怎么样？300万放在那里。继续踩飞轮，然后邱金章觉得很无聊，然后我有事，我要先走，谢谢，30万跟300万，在经过了这几年之后，有这么大的差别，然后你跟我讲你是借势阶端，你是被借势阶端，对不起啊，这次害柯文哲的人不是蔡壁如了，也不是陈志涵了，请找邱佩玲，借势阶端啊。谁有办法逼邱佩玲讲这些话？借势阶端不是这样解释的啦。东豪刚刚讲的那段，对我刚刚为什么？因为这是法律名词。借势阶端是你要有权势有位置，你才能够那样子，让人家因为怕你，让人家因为要拍你的马屁，要干什么，所以会有一些的好处，所有的都是这样。这是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君贤，你认识柯文哲算久了吧？我记得你那时候在节目有讲过，那时候还是苏贞昌当主席的时候，你跟柯文哲，你那时候是党部。在党部里面发言人嘛，然后那时候过程还有那段，从你认识政治开始到现在，你看到这么多这些，然后包括今天当黄章出来告诉你，那柯文哲就是被人家借这样，因为他心肠太软了，你知道吗？太好了才会搞成这个样，跟你认识的一样吗？柯文哲不是都骂助理是狗吗？每一个被他赶出去的什么来这边已经没有好处可以捞了，所以他就待不下去。柯文哲对人是非常苛刻的，他讲话是根本不留情面。不过我现在黄国昌心情当然是会不一样。因为老大不在嘛，那当然是老二当家。各位要想如果现在柯文哲是保外的话，就算代理党主席，黄国昌做的也不爽，是不是？你的意思说他连保外都让他没机会？你会有一个太上皇啊。那党部的干部。有事情，请问是要直接跟黄国昌报告，还是会先跑去跟太上皇柯文哲报告？是不是这样？应该会问太上皇。对不对？乾隆不是当了4年太上皇，那4年嘉庆还算皇帝吗？对不对？所以柯文哲在裁定再羁押的时候，黄国昌的心情如何？大家可以想象。所以在想，如果柯文哲现在没有被羁押，那他会敢讲说？我黄国昌跟柯文哲不一样，这种话讲不出来，我们跟他讲了，对不对？柯文哲搞不好电话就来了，什么柯文哲就心太软，这个意思就是说柯文哲昏庸啊，诚意其君，死罪，对，意思所谓的心太软啦，被人家借势阶端，意思就是而且你蹦烫嘛，我不讲柯文哲就像昏庸无能。所以现在黄国昌现在讲话就很有无限宽广，也没顾忌柯文哲所以未来的民众党就是黄国昌的民众党啦。
那接下来的竞选各位不要忘记，那天不是有个新闻说民众党突然间有暴增党员嘛？这个应该是事实。3000到8000，就我了解好几千个。那自主性的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所以是有系统性的团体帮黄国昌灌党员。你觉得是这样？对，所以你除非这些人倒戈了，否则的话你看怎么会突然间有那么一大票的党员？那当然，黄国昌这段期间不断的卖力表演嘛，就是他黄国昌最爱的人就是柯 P 嘛。第一个，他当然要绑住小草，另外当然也是为了他的党主席。那现在其实还没有坐稳嘛，只是代理嘛，只是代理而已。所以他现在就办一个1月11号，1月11号，黄国昌号召小草上街头要跟国民党的钟小平、游淑慧定勾机。人家不是明明把赖清德总统的照片摆在那个正中间，他不是摆在那个钟小平他们啦。不是金华城案子就是钟小平就告的我每一个都这样讲，好像一定要拉。我录什么节目，大家都在讲钟小平、柯 P 都是游淑慧议员跟钟小平议员所造成的结果。没有，那游淑慧提供资料每次游淑慧在节目的时候就坐那个我们博弈议员那里，他讲的我都是拿笔和纸做笔记呢。游淑慧讲得很好，讲得很详细，提供很多明确事实的证据。其实苏培姐讲的也蛮好的，杨凤姐讲的不错，对，可以听一下。对，游淑慧没掉了，那游淑慧差这，然后而且游淑慧以前坦白讲，因为他在市政府待过，对不对？他在郝龙斌市长的时代，他在市政府里面嘛，所以他对那个程序非常了解。那其中当然我们最有勇气去提告就是钟小平，是不是？我钟小平去搞，其实我也不知道有金华城这个案子，所以黄国昌找他们2个定勾机，当然是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就在旁边看嘛。他目标也不是我们民进党，但是柯文哲已经做了那么多事，你看光在这个节目来宾讨论那么多的事情，黄国昌还可以讲司法迫害。还可以讲要还柯文哲清白，坦白讲还可以把事情赖在赖清德头上，这个没有相当的脸皮是讲不出话。坦白讲，何况他学法律的，也就是说为了政治什么良心道德都可以丢到旁边去。本来还拿那一波那个何意思呢？所以明天的1月11号游行就是黄国昌选党主席的起手式他要给党内其他的人看蔡壁如你想法边爱啦，黄珊珊你们不用想，民众党就是我黄国昌的，尤其你注意看明天的程序，因为你一个集会游行很重要就是司仪嘛，那司仪要掌握什么程序嘛，谁可以上来司仪你出来那各位明天看那个，绝对整个场就是黄国昌的场子，登基大典，这个是我绝对是如此啦，所以黄国昌就是要跟大家讲。民众党是我的，是以后就是国昌党了。那照柯文哲那个遗留下来的，你有没有用这个字眼呢？不是，就是2年条款嘛。那你黄国昌要不要换？那后面那8个现在最紧张嘛？对，9到16名的。9到16名，哇，你也不换，你没那办。所以，但看起来又几乎没有人可以挑战黄国昌了。只要自己陈佩琪讲那个什么柯文哲什么失智老人前兆。这个应该跟保外就医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博取同情。因为失智症是慢性的嘛，有没有人睡一觉就是完全忘记事，那个人生不可能嘛。而且是要保外就医，通常都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法官才会准。有很重要急症，像这种慢性病几乎是不可能了。只是陈佩琪就是希望能够让小草继续博取大家的同情，所以就是累积明天的一些能量。可是整个来看的话，我讲当起诉书慢慢次第再出来很多，你会发现柯文哲对于中间过程在商业经营上面，或是整个不管说叫政党，或是智库，或是所有这些过程，每个地方的那个资金的那个流动，柯文哲确实是知道很多，而且那个运用。在财经专家眼中看起来，好，我们就讲说，包括穆可的角色了，包括你说李文忠的角色了，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连当初不是讲那个仲成，然后在那个里头甚或
那时候他还在台北市政府，所以那市政府是不是有很多新创的一些，不管是补助或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接下来在我们那时候还提到，你那时候在节目里特别讲20亿是怎么来的？原来20亿是跟上市会有关系的，这些都在他的所有的想象跟算计当中吗？他应该都是考虑进去的，而且我这样讲。柯文哲不是在第2任的时候才去思考这些金流要怎么规划。其实坦白说，有一些东西他第1任的时候就已经思考过，只是在当时呢，他旁边有幕僚是反对的。可是看起来他在第2任的时候是放开手去做，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脉络其实是清楚的。所以包括这几个部分啊，像你刚刚所提到像众筹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就告诉大家，他20亿这个是一个这个创投要上市的资本的条件，所以它的数字都不是没有意义的。那再来再讲说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啊，这讲2个部分好了，就第一个，刚刚这个讲到黄国昌讲借势借端，就黄国昌如果要讲说这个柯文哲被借势借端的话，那借柯文哲的势跟借柯文哲的端最多的应该就是柯妈跟陈佩琪的。为什么？因为这看起来这个他们大家都是因为柯文哲的角色，然后所以找这个柯妈出去嘛，或是找陈佩琪去做代言嘛，尤其是公开活动的代言嘛。所以如果要这样去形容的话，坦白说这是一个用错的形容词，这是第一个要讲的。那第2个，那我们还是要讲说，明天的这个111上街头这件事，我觉得民众党自己真的要想清楚。你去声援的是民众党，可是你知道在这个起诉书里面有多少的部分是人家钱是要捐给民众党，但是到最后钱呢？是弯掉弯到不可去，这个等于是吃亏的。请问吃亏的是谁？吃亏的是民众党呢？因为民众党以后想要参选的人，这一些本来捐给民众党的钱是有机会用在这些人身上的嘛？那等于说这些钱如果没有进民众党的话，吃亏的是民众党。结果现在民众党反而要去声援这个让钱转弯，没有进到民众党党主席，这不是很奇怪吗？千华，你刚刚讲的这段，其实这是明天的一个重点，你知道吗？就是在座的所有来宾，大家看起诉书或看所有的东西，你会看到，就像你刚刚说的，本来有很多的政治献金捐献是要到民众党，对，像谢国良他妈妈的200万，他自己在镜头前面讲说他妈妈要捐给民众党，但是后来民众党没有收到，所以你刚刚讲说，照理来说，民众党应该有很多人会群情激愤，说怎么会这样？那我们以后的发展啊，或什么什么这些，好，或是有很多其他那些钱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第一个。民众党所有相关人等，不管是你说立委、议员，甚或党公职，没有一个人在乎来宾所讲的这件事。第2个，小草，没有一个人在乎你们大家所讲的这些事。那他们会告诉你的是说，人家就是要捐，关你们什么事？人家就是要捐，关你们什么事？柯文哲他就是要捐，柯文哲跟民众党有什么不一样？那就算是柯文哲他，那又怎么样？对，我先告诉你，因为我必须要听很多不同的声音。那有很多就在告诉你说，人家就是要捐。那柯文哲好，你说我们是1人党，我就是1人党。那柯文哲就是要拿，他没有自己用啊。他也是要拿来未来发展整个党的党务啊，这些你们没有看到他拿去哪里用？你们凭什么说他没有？好，一个。另外一个这一部分，我就讲，他们更在乎的是，当黄国昌他们告诉你司法正义被赖清德、被民进党搞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也完全不在乎捐献这一块，他只在乎的就是今天柯文哲，明天任何人，你们大家都可能会变成是这个样，你知道吗？所以你刚刚讲，明天在111那个场合里面，你们刚刚讲的这些，对我们大家来讲的话，这个是分际要非常清楚的。对，但对他们来说，你们大家就要吹毛求疵，为什么要这个样？我们都不在乎了，你们干嘛帮我们在乎成这样？你怎么跟他解释？我觉得这非常好解释哦，因为这个对小草来讲，会觉得说钱都是要捐给柯文哲的嘛，既然都是要捐给柯文哲，就全部通都给柯文哲就好，你们干嘛要计较这个？对不起，我们的法律就是有限制嘛，你政治现金该是给党用的，就是给党用的，那给党用的，党就是用在党务，然后跟党的要选举上面，那给候选人就是给候选人用的，就没有全部混在一起，然后钱呢可以这个转账啊？为什么这样讲呢？这钱转到木可去就会歪掉，为什么会歪掉？因为你可以看到的是钱有很多是流到木可去，流到木可去，木可就可以转到柯文哲家里去，转到柯文哲家里去，就可以转到这个银行账户，变得去买股票的款项。那请问小草也认为这是对的吗？这跟就跟我们讲的现实的法律就是不一样的嘛。那所以在起诉书里面有很多段，那今天我特别把这一段挑出来，因为这段非常的有趣。OK， 这段为什么很有趣呢？这段照理说因为这里面牵扯到2个律师，那2个律师对于政治现金的捐献能不能这样捐，应该是有概念的吧？可是这一段呢，2个律师竟然都觉得这个方式是合法的，这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不可思议呢？来，
这一段在讲什么呢？这一段啊，黑色部分我这边画了很多条，这条在讲什么？他在讲李文忠只是说这用木可公司去蓝湖了本来要捐给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为什么用蓝湖这件事情呢？这里面故事是这样的，就有一间公司叫采丰公司，它的负责人呢叫孙丁军，他也是一位律师。然后呢，他在被侦查的时候，他在作证说，我112年大选的时候呢，我是想要支持民众党的哦，而且我是联络另外一个人黄珊珊，他联络黄珊珊，所以呢，等于这个公司负责人本身是律师，黄珊珊也是律师，然后他联络黄珊珊呢，这个说我要支持民众党，钱要捐给民众党，所以呢，他说黄珊珊找了一个小姐跟他联系，结果呢，这个小姐跟他说，木可公司是民众党长期配合的广告公关跟企划设计，所以呢，你也可以付钱给木可公司提供竞选广告行销的服务来支持民众党。哇，这句话讲的时候其实就很有趣哦。然后当下呢，这个孙丁军采丰的负责人说，我可以赞助200万。结果呢，这200万呢，他说他赞助200万，木可公司呢，没过几天就寄发票到采丰公司来请款，要请款这200万。然后呢，这第一笔捐出去200万了之后呢，这个后来小姐在跟他说，因为选战困难需要支持啦，所以问他能不能再捐。所以这个负责人孙丁军呢，他就再追加了35万跟30万，总共 total 金额300万，然后就到木可公司去了。然后木可公司呢，再来开发票给这个孙丁军。那这里面妙是妙在这里啊，就黄珊珊有他的说辞，然后木可公司跟采丰公司这中间的金流往来，采丰公司就讲说，这个300万是要捐给民众党的政治现金，那是要存到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怎么转个弯，然后就到这个木可公司去了，这很奇怪。然后另外一段呢，在谈到是李文娟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谈到这部分也很有趣，为什么呢？他谈到说，这个李文娟明知道木可公司没有提供采丰公司设计顾问的服务，他就真的没有人力嘛，也不会有这服务嘛。可是你竟然可以开出4张发票出来说你有提供设计服务，然后呢就这样子收受了他的300万，但这300万呢是进到木可公司的富邦账户里面去，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那当然北检就认为说，那你这很明显的是侵占民众党这300万的政治现金嘛。好，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问题就来了？这整件事情最清楚的脉络是这个。孙姓这负责人呢，他就是要钱是捐到民众党去，他是要支持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可是呢，你们既然接洽洗一圈之后呢，你想想看哦，如果是按照黄珊珊讲的，好啦，他的钱呢是抖内到，比如说这个什么，去帮你这个处理广告设计啊，这以后变你们民众党广告设计，这变成你们宣传的刊物啊，这些东西，这也就算了。问题是也没有啊，他就是开了发票出来，然后钱就是进到木可公司去啊，所以既没有替柯文哲选举制造任何的活动或服务，那也没有进到这个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里面去，然后这笔300万本来要给民众党的，就进到了这个木可公司的账户里面去。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刚刚说问题就来了？五哥刚刚我在提的就是啊，就这一件事情，一般人呢，就像小草，如果被糊弄搞不清楚状况，说啊，人家钱就是要给柯文哲的啊，这也就算了嘛。可是里面这一位孙姓的负责人，根据黄珊珊说，他跟他认识很久了，他说他是律师，那。孙姓负责人是律师，黄珊珊自己也是律师，他们难道都不认为说这里面有这样的所谓的侵占政治现金的问题吗？所以这个事情很大条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当你起诉书看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坦白说，我讲的还是其中一件而已哦。我在里面其实看到好几件都是跟政治现金被侵占，本来要捐给民众党的钱，结果钱到了木可公司去，跟这是有关系的。而到木可公司的钱，我再强调一次，到木可公司的钱，第一，没有人监督得到，它是私人公司；第二，事实上的金流呢？证实他真的流到柯文哲那边去，至少那450万是很确实的嘛。而那450万钱到了第一银行的这个我们讲柯文哲儿子的账户去的时候呢，确实拿去买股票了，这也是事实。所以呢，而且大家前几天还很好奇，说他买的是哪一只标股这样子。我去看了一篇，我在起诉是没有看到了，但是呢，他去买股票的动作，当然就这样告诉你一件事情嘛，就如果政治现金可以透过这方式洗一圈，洗到最后变成是私人柯文哲儿子口袋里面他的股票账户里面的一只股票，那这个行为是正常的吗？这显然他当然是不正常的嘛。正好请问一下，那个许富顺有没有收到那个陈佩琪的存证信函啊，或者什么这些？他昨天我跟他提到的时候，他是说还没收到啦。因为郑淑馨有收到，郑淑馨有收到，昨天一大早就收到。然后郑淑馨还没有收到，郑淑馨也发了脸书说他收到，然后许富顺没收到了。然后今天是看起来好像是民众党好像有开记者会啊，好像是周瑜修说这个陈佩琪应该会对他提告。但是提告这件事情，就他存证信函有没有收到跟提告这件事情，其实有趣是在哪里，你知道吗？
有趣是当事人也觉得说，就如果你真的要提告的话，到法院上反正该准备的证据就会准备好，该准备的证人会准备好，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确实就是有证人。这个许富顺这边有证人，然后这个郑淑馨这边也有证人。那这些证人是要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有人捐了钱之后是没有拿到收据的嘛。因为在当年确实有这个状况嘛。那所以你看东豪哥在点头就知道说这个状况，东豪哥应该也知道，而且义父哥应该也知道。那我这边也拿到了一些资料啦，但是他如果要告许富顺的话，据我所知，至少这个会有很大咖的证人会出来帮他作证啊。OK， 不要紧张，他们在等就对了。对，希望你告，大家都不用紧张，因为现在拿到的只是存证信函。对啊，存证信函跟真正要不要提告还有一段距离。好吧。民众党早上开记者会是说一定会提告的。对，他可以这样讲嘛，就是可以提告的是陈佩琪嘛。对，因为是讲交给陈佩琪嘛。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件事情会处理到开花成这个样子。本来像许富顺的事情，我就一直觉得，如果是民众党就直接出来说谢谢许医师，但是过程当中也许有很多是许医师你没有清楚到，对，不清楚，因为有很多是晚上以后那时间，但第二天就录了相关的一些专户，事情就结束了。可这整件事情是因为当时一回头就你哪能够，你给我讲清楚，要不然我就告你。整个事情就开花，跟结果没有告啊，你不是你刚刚讲一定会告嘛，不是吗？他们早上开记者会这样说。对啊，可是我可以解答，绝对不会告啦，因为你觉得绝对不会告啦，因为知道事情，因为是事实，怎么敢告？因为当年知道事情的是蔡壁如，现在中央党部这群人，周瑜修都是7月以后才进来，有很多事情是在7月以前就发生。2014年讲清楚，2014年7月以前，像许富顺医师他在台大那个7楼的研究室。那是一群医生呢。那个时候7月以前，柯文哲还没有拿到跟民进党合作的代理权呢。还在初选。好，那个二阶段民调都还没有哦。那个时间点在许富顺那里，是在台大医院7楼的研究室，那是一个柯文哲跟他台大医院这一批医生的一个秘密基地。不过我刚才讲，就重点就是在义夫。现在当柯文哲面临到这么多的时候，我相信民众党很多人要帮他一定是这样。第一个，他现在的案子想尽办法要去打；第二个，在媒体上面要形塑柯文哲就不是你们讲的这样的人，不管你是要用明天的111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可是中间过程有很多开花了，譬如像那时候不讲那个450万穆可那个肖像权，然后那个结果后来是柯文哲自己，我们在镜头上面也有看到8月29柯文哲他们那个一次澄清记者会，他不是讲说他也不知道有钱汇到他这个地方，然后该捐就捐，类似像这样。可是民众党的回应是陈传出来列了一个7笔捐款，然后大家又开始在这个地方去讨论很多，然后穆可的钱怎么会这样？就像刚才我讲，不管许富顺或者郑淑馨，你要知道他们在那时候扮演的角色，其实你就很大气的说那是误会一场，然后那其实是什么什么事情就过了。在这时候还让他开花成这样子干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黄国昌一句话，他只是被借势借端，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吗？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态度的强悍，陈佩琪态度的强悍，到底背后是谁在支撑？如果是陈志涵这一批人在选择用强悍的态度的话，影响了陈佩琪的话，那今天陈志涵去跟陈佩琪负责任，因为很简单一件事，现在的传言越来越多，后面是不是还有人要出来？讲到2014、2018，如果他们担心，那我就跟你说，我要避免后面的人出来。但是你现在告下去呢，万一又有证人出来跟你说是这样，我觉得刚才说一定会告，我还觉得真的未必。但是你现在告下去呢，万一又有证人出来跟你说是这样，我觉得刚才说一定会告，我还觉得真的未必。真的吗？那真的变了一刀两刃啊！是啊，他会一刀两刃啊。那人家也跟你扬言，反正我证人都找好了。然后如果你这边告刑事干什么，这边果然有证人告不成，那后面的人再出来继续说还有哪几笔怎么办？所以这一个态度的怎么会采取一个硬碰硬的态度？其实我也蛮纳闷。
我刚刚讲那段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律师的，你知道有很多的当事人，他在一个案子里面，你知道那个情绪之间的百转千折，你知道包括他的家属，所以陈佩琪他那个脸书里面讲到柯文哲，我感受得出来他的那个真情流露的样子。很多的家属的感受是这样，当他看到他的不管是夫君或是任何人，他面临到那些状况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那样。我的意思说，那你干嘛把陈佩琪还要再推上？自己要去面临这种火线，她光处理自己老公的情绪，或是要照顾这个家，可能都来不及了。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情把它变成一个风头浪尖上的事呢？我觉得基本上他们应该是自己，陈佩琪是受到影响。到底是受到谁的影响，采取这样的态度？心情很好，所以都被人家切丝切断。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他是受到旁边人的影响。那450万，柯文哲说我不知道。但是最精彩里面有一段笔录，李文娟的笔录。李文娟的笔录是说，李文忠跟李文娟说100万授权金，意思就是要汇到柯文哲100万的那个授权金。李文娟的证词里面说，李文忠没有给我账号。李文娟去找谁要账号？徐子瑜。是徐子瑜把那个存款部的那个账号，第一银行的传给那个李文娟。徐子瑜知道传，然后柯文哲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你看什么钱啊？1000万他处理，300万交给你，150万你拿去那边，等等，结果传过去以后说要汇钱进来，然后徐子瑜不跟老板讲，会不会很奇怪？会不会很奇怪？所以徐子瑜的角色，你看看，就是说连那个账本可能存款部都在他那边，直接就传给李文娟说你汇到第一银行这个账户里面去。所以你说这450万有这么的单纯吗？不单纯吧，不单纯吧。那当然，你说检察官对这450万也是有意见的啊。好啊，那当然还不止这450万呢，包括你说那个77万166块的那一个演唱会，KB 秀的演唱会不是时乐把成本收回来以后，直接到木可。那检察官就告诉你说，这是他的脸书在宣传，柯 P 的脸书在宣传，就是要募款的，就是要募款的。然后里面讲到说你这77万，你本来就是募款，但是李文忠、李文娟都说啊没有募款，因为当天没有募款嘛，卖票而已嘛。但是检察官人说，哎，这个募款是你柯文哲自己说的，你自己在采访过程中自己说的，你看他也把它列进去。当然，我觉得你今天看到的不只是那450万的东西，太多问题了。比如说，你第一波、第二波捐款换小户，你是用 PB 在换，他是用应援直接进专户。你7月份的时候突然叫李文忠做 PM， 要把所有的小物商品化，然后改变贩卖系统，然后第三平台改到绿差里面去，然后木可开始申请了一个卖家的账号，卖家的账号，然后你现在卖家的账号只要捐款者木可小店的。捐款者到木可小店点选小白以后，钱汇到了绿界，绿界再转到木可的富邦银行账户，然后大约隔了几个月以后，开放信用卡又去申请了一个卖家账户，一样的程序又到了木可公司去，你现在是前面1、2波应援，你至少还是到专户你第3波是直接就到了那个木可的富邦银行户头而且累计下去大概19000多笔那个金额。OK， 所以你看他一连串的这一些，当然
那个套一句陈东豪讲的话，他说啊，知道选不赢了，那就赚钱吧，那就拼命赚钱吧。那陈东豪讲的，刚才讲的，我一定要说他说的，避免栽赃给我，避免栽赃给我。然后你看到，因为民调第2名是不会赢的。然后你看到他们在定价策略，但你看连那个商品发的时候定价策略的时候，李文忠跟吕文娟说，哎，那个成本的4到5倍，但是我们去看了一下，它所有商品的标价甚至于有高到成本9倍，9倍，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们在做什么。其实到最后其实是商业化在做生意。把募款一个总统选举里面商业化做的目的哦。刚才讲到，刚才那个律师讲到那个说小草说啊，我就是要捐给他，我不管法律，对不对？好，我们回顾一下，制药公司成立，陈佩琪不是在脸书上连续发了3篇，8月9号、8月10号到8月10几号发了3篇讲那个哈。8月10号他脸书怎么说的？一开头哦，先生常说。法律是给人遵守的，不是给人参考用的。那现在要不要告诉小草们，法律是要遵守用的，不是参考用的？你捐给我的政治现金就是政治现金，不能转到私人口袋。这陈佩琪8月9号脸书现在都还在啊。第一句话就说：“先生常说，先生。”该不会指老师吧？应该是指她老公吧？对不对？应该指她老公吧？可是这所有的一切走到了现在，博弈，第一个贪污受贿、图利，所有这些，你看指出现在大家看到，包括邵秀佩，包括彭振声这些图利这一块，检方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巩固这一块。对，那也证明柯文哲在里面有删很多一些的东西。可是刚才除了这一块以外，刚讲到的。你要去怎么样去让柯文哲的支持要知道说，刚才义夫特别把连陈佩琪脸书讲那是柯文哲说的，法律是遵守的，先生好先生，那不是拿来参考用的。有很多人说黄国昌他们是很成功的，把很多不管是白营的支持者，甚至有很多是蓝营的支持者，对于绿营或是赖清德的那个怨怼，成功的转在这里头，所以他们能够做到一件事，你们讲的我都不 care。我只 care 的就是为什么民进党你们会把司法搞成这样？你为什么要关他关成这样？为什么你们侦查不公开，要违反成这个样？至于你们说的这些，他可以无视的原因，是因为孰轻孰重，他们是这样想的。我要讲了，刚刚讨论到，不要说陈佩琪这个女士的态度很硬，民众党大部分的人态度都很硬啊，不止她一个啊。就让我想到大家有没有以前看过这个电影啊，在玩梭哈就玩家不管自己的牌大或小，气势一定要有。我先喊并高价码就对了，你喊1000万，我喊2000万；你喊1亿，我喊2亿，压过你。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吓对手，让对手觉得好像他牌不如我，是他的错，不敢跟下去。再另外一个就是要给他的支持者跟金主信心呐。哎呀，我在旁边听到我的这个参赛选手啊，敢用这么大的赌注跟他拼了，然后他一定是大牌，我们一定是赢的。但是最后开牌之后，谁赢谁输很难说。偷鸡骗人的一大堆，尤其是民众党之前开牌的几乎都没有什么一面的，开牌的怪怪的，对。所以，但问题是，民众党包括了柯文哲、陈佩琪女士，她头已经洗到这个程度，也没得选择。反正，在最后的这个牌没有掀开之前，在司法没有定验判决之前，她一定是能够稳住多久算多久了。反正等到之后，如果有判决出来了再说。现在如果太快让大家知道底牌，或者是气势弱了，不敢用很强烈的直接回击对手的话。恐怕连现在的小草跟支持者都会离散。所以如果照你这样讲，所以明天那场摆明了就是一定是硬碰硬到底，一定是。所以第一个就是态势上要做成这样，硬的就是黄国昌他们会上去讲了很多，然后说那个迫害成什么样。对，软的就是陈佩琪，你看看她老公现在都已经变成是这个样，甚或最后刚才创下讲，当大家大合唱。什么铁窗泪？铁窗泪，对，铁窗泪那个合唱，所有的那个，也就是说，所有的情绪上要硬要软的，要攻要守的，全部都摆在这个里头。没错，因为我个人认为，明天的那个活动里面，法律问题不是重点，情绪价值才是最高的。OK， 他要呼喊的是那些小草相信他们的感觉就好了。法律对不对？他们一定会说司法迫害，而真正的结果也要等法院判出来再说嘛。目前毕竟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已经可以预料了，明天小草上街头，
全部讲的一定都是司法破坏，然后无罪辩护到底，这是一定的。然后再来就是诉说他们有多么的辛苦啊，这段时间内被所有人打压啦，尤其是绿营啊，像郡宪委员算是比较中立的啊，其他很多很不中立的啊，都骂得很凶啊。对不对？国民党有包括张立善说会去了，然后包括有黄国昌说有10个是的蓝委会去，那。我有问，我每次问，然后要去参加的或是主张可以去参加的人都说挺国民党挺的是司法正义，对，不是针对个案，对。可是你知道那种场合有没有？就是一定会有人大喊赖清德放人，我想多少会有人喊吧，然后或者喊说什么就是阿北无罪，然后什么。那你们的人要不要就一有人喊阿北无罪就把耳朵捂起来，然后喊司法正义的时候就举手？我只能说国民党是开大门走大路的政党啦。那你们的人要不要就一有人喊阿北无罪就把耳朵捂起来，然后喊司法正义的时候就举手？我只能说国民党是开大门走大路的政党啦。这样对，想要参加与否你自己决定啦，我们并没有硬性规定。所以你去参加这个活动，有你想要支持的主题，但是相对而言，如果后续会碰到一些问题，你们也必须要自己去处理。所以国民党态度就是如此。但是对国民党的想法，我觉得很单纯。第一个就是司法勿枉勿纵，有问题就有问题，你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但如果真的是污蔑柯文哲，那我觉得司法也必须要不只给柯文哲，给民众党，也要给全民一个交代。OK。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自己看完很多，包括起诉书所有这些，你觉得在这里头对柯文哲来讲？未来官司打下去，你觉得？我老实讲，柯文哲官司如何，我不敢说，我们不是法律人士。但是我看完北检的起诉书，有一些内容，我不只是惊讶，我蛮难过的，因为像有些人我还蛮熟的。北检起诉书看完之后，一些内容发现了柯文哲不只有给公务员心理的压力，就是骂他们啊、丢东西之外，他就是直接打压下属的职涯发展啊，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好像有一位就是督发局的科长，因为不顺从柯文哲的意志，所以是直接被降调职务，调离非主管职，而且还被柯文哲呛永不录用这个人。这位前科长，他现在是我们的府会联络人，我认识蛮久的，非常惊讶，因为我们认识很久，所以我从来不会去看他的职称是什么嘛。有事就请他服务，他是一个很认真而且很专业的人。大家知道他当公务员当了多久吗？当了25年的公务员，好不容易升上科长才3年，因为坚持不能做错的事情被拔掉，现在调离非主管职。应该坚信他当时坚持了，没错，要不然现在否则他现在是被告，没错，这也是。再来，我还要讲一个柯文哲也让我觉得非常怪异的事情，就是他的PM专案管理人这个制度。我特别去问了当时的人，他说这个制度是柯文哲自己创造的、自创的，所以他不是属于常规的编制内制度，不是。而且他把它定为是府级广考制度，代表什么意思？府级是最高的，里面内建了一个叫做会议追踪管理资料库，这资料库里面几乎全部都是柯 P 自己亲自主持过的大小会议，也就是说这个会议里面记录的内容，要么很重要，要么就是要追踪的案子，跟柯文哲的贴身记事本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所有的内容而言，正来讲都应该是柯文哲非常熟识的。可是没有想到，大家调出来看的时候，居然金华城案不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了，不在这会议记录里面哦，放上去了，不知道，我就问他为什么没有，他们公务员回答是2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就是柯文哲没有要求要登录进去，这第一个，第二个可能误植，有人忘记了，他不确定，因为他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这么重大案子没有，然后很好笑的是没有已经很奇怪了，后面是否应该要补足或什么等等的。柯文哲市长在交接给蒋市府市长那个时候，他总共列了24项重大计划，里面包括非常多，其中有一个主轴就是都市更新跟相关的重建。这么多重建案子，这么多更新的案子，居然金华城这个重建都干没有破100亿的案子没有在里面，然后他就交接给了蒋市长一些什么台湾灯会的交接啦，城市美学的交接啦，金华城不见了，通通都不见了。但有没有违法，我不敢说。但就是非常的诡异跟奇怪嘛，尤其是柯文哲在最后的任内还把这个会议记录删掉，理由是什么？这是我个人的，所以我不需要交给下一任，这合理，因为他个人自创的，他的确不需要把他这东西给下一任，可以不用，所以他删掉没有问题。
他觉得下一任可能不喜欢，所以他不想去勉强他也可以，所以他利用了24项计划交接给蒋市长。但问题是，24项里面没有重要金华城呐，所以金华城现在变成了在柯文哲贴身里面的记录里面不见了。交下去有没有北市科？我看到好像也没有啊。我在市场一定有，我在市场有没有？我查好像也没有。哎，我这个他几乎都没有啊。当初柯文哲的时候是自己建立了一套叫做会议追踪管理资料库，他确实是做这一套，然后他追踪者的每一个专案嘛。那好，这里面有2件这个比较诡异的事情，是第一个，他这个会议追踪管理资料库是柯文哲当时他的习惯了，就是叫他的幕僚，反正每一个会在开的时候呢，上面 Excel 打开就开始把相关交代事项把它列进去，然后大家专案就开始在做讨论。那每一项它都有列管，所以照理说这个也不是坏事。但里面有2个很吊诡啊，在这次起诉书里面看到的内容。第一个是金华城这件事，因为柯文哲很喜欢叫人家当 PM 嘛，你看李文忠也是那个金源小屋的 PM 嘛，对，那当 PM 彭正生是金华城的 PM 嘛，好，那对他来讲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 project， 所以他做了这个 project 的管理资料库，这很合理。但问题说我是2个吊诡的地方是，第一个金华城这个案子这么大的案子，竟然没有要列到这个会议追踪管理资料库里面去，很奇怪吧？这么大的一个案子他没有列进去，很奇怪。然后第2个是这个会议追踪管理资料库，虽然博弈说他删掉不奇怪，但是我觉得删掉还是很奇怪，因为但是整可以删掉，他觉得奇怪，但是博弈觉得是那是他自创的，可以。对，没有相关人士说，因为我们正常如果是市府固有的制度会传承下来，但是每一个市长都会有他自己的想法，自己自创了某一些制度，的确在自创的上面不一定要传承给下一个市长，就是说他是可以不要传承，不要交接。但我觉得很奇怪啦，为什么不交接？如果那么好的东西的话，就给他嘛，对啊。然后所以现在第2个吊诡就是他卸任前把这个会议追踪管理资料库的内容，把他要求人这个秘书把它删掉，因为要求删掉这个人很重要啦，这个人叫董敬业，现在也还在台北市政府啦。董敬业是之前一直负责副局长，对他之前就是一直负责柯文哲的行程安排啦，很长期柯文哲的行程安排都是由董敬业在做负责的啦，所以他在这一次也是重要的证人啦。然后所以等于是柯文哲卸任之前要求他的市长室的秘书董敬业把这一个会议追踪管理资料库把它给删除，那删除这一次就很奇怪了嘛，因为你里面有这么多重要的 PM 的你的各个市府大小 project 资料在里面，你这个删除的动作不是看起来你摆明有资料不想让人家知道嘛，所以这很奇怪哈，这是第2个。那第3个我记得我在之前曾经有提到过，就柯文哲卸任前刚刚这个是删资料另外一个当时这个我也是听前市长室的幕僚说，柯文哲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要求橘子那时候去买了硬碟回来，把市长室的资料备份到硬碟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资料呢，等于是说市长室的资料把它给带走。就一方面你删资料，2方面你在备份资料，备份出来资料，大家当然会认为说，那你是要干嘛嘛？对啊。所以去年如果我提醒大家，去年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台之光的案子。当时陈志涵是不是 PO 到脸书上面去，有台之光的公文跟费率 PO 出去？最后那一份公文，柯文哲还写了就议会勾结什么财团，然后财团对，然后呢，当时那个钟小平还去告说这是什么盗窃公文嘛，然后在这个案子里面，那个陈志涵说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子说，我们要自保啊。那我就很好奇，那自保这件事是承认说当时是真的有把市长室的这些资料通都当落下来吗？因为上次我在5个节目上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有讲说这是当时听前市府幕僚讲，但没有证实的传闻。可是现在看起来，你就会发现柯文哲在卸任之前做的动作很奇怪啊，一方面删资料，然后一方面要备份这些资料，那这些动作到底是为了什么？那现在显然你现在来看这个删资料的动作，至少在北检起诉书里面会认为说，你这个看起来就是不想让这些证据被大家给发现。OK， 如果这样讲，删资料在北检的起诉里面有，但是有没有有没有备份所有的相关，那到底是怎么样？这个还有待大家去查证这些。可是，军政委，你可不可以讲，民进党其实长期以来，你说包括街头运动、群众运动非常多，那为什么这一次可以感受得出来？那洪昌他们会非常成功把柯文哲这个案子转成就是小草对民进党的愤怒，甚或对赖清德的愤怒，而这个愤怒的程度远超过刚才大家讨论的这些，你可不可以解答出来为什么可以这个样？那你一定要确定小草接收的都是民众党喂给他们的资讯。那这个是柯文哲长期以来他的基础。他本来经营这一块就很厉害。所以我们常说柯文哲的支持好像是宗教信仰一般。那这些小草就把它当成神嘛。例如刚刚柯文哲的太太不是说柯文哲有点失智吗？那是前兆。前兆。好，那民众党在小草的群组就说北检下毒。群情激愤。
对，我是看媒体上面有说有那个可能小草或什么在网络上面他就开始怀疑，可能是看到陈佩琪讲这个，他会不会因为电视也看多了，他就怀疑说北检会不会这样？对，不是，可是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很认真要去讨论这个，还是会有人信啊？如果你也对沈清已经下毒啊，状况更严重啊。如果你接受的资讯比较没有人管，对，你接受的资讯都是固定这些的话，那你每天真的会被洗脑。所以我觉得小草当然会流失一些啦，但拱草要做这样，那这些当然就是黄国昌的接下来的基础。所以黄国昌也要试一下，他1月11号才要办这一场，那他办这一场。我不知道蔡壁如要不要去了，对不对？我是鼓励他去，你一定要去。但钟小平你不要去啊。对。可是蔡壁如去，他那个北检那个为那件事解决了没有？还没啊。对，还没嘛，还没啊。因为北检起诉书里面，他好像讲了好几次有嘛，对不对？有。可是他出来就是跟你讲，他是被什么诈骗取购，而且他那个劣币驱逐良币，原文。直接点名周瑜修啦，陈世涵啦，吴什么？吴怡轩啊，这些是劣币啊，驱逐良币是谁？小牛了。OK， 多精彩啊！对不对？所以呢，不，但是柯文哲会不会再羁押？其实裁定书里面写的是陈世涵的共识决嘛。不过这一点蔡壁如应该会时时提醒大家了。柯文哲这次再被羁押跟他没有关系，是陈世涵害的嘛。所以我觉得在明天这一场以后，就是黄国昌确定他在党内的一个地位就独尊了。俊伟，请问一下，这2天大家那个林炳文的事情为什么闹得这么大？为什么闹得这么大？你觉得这整件事情对于蓝绿白之间它会有什么影响？一个林炳文突然间又丢个影片出来，对啊，对不对？其实举止你可以学一下你不要让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哪里嘛。那林炳文那个影片里面，他主要是呛家啦，他那个叫呛蓝或呛白你们今晚大家拢搞不熟悉今晚大家拢搞划清界限因为大家拢跟着我多清高你们在讲你们在乱了，我就把你们通通讲出来。那结果这个罗正人就去攻击那个林楚云她老公她老公嘛，就林楚云就今天就我是看他开了一个记者会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了。就是以前叶元之跟李婉玉有主持一个节目，这个很熟，这叶元之吗？是，林同事，那时候头发好多叶元之是嘞，那时候发量比较多叶元之他有主持一个节目其实是跟 PG Talk 跟 PG TV 对的节目嘛。那这个媒体的老板就是林炳文，然后他根据那个林楚云也提出。那林炳文的公司也跟花莲县政府合作，花莲县政府还大肆宣传，说他们这个合作案，好了，那当时花莲县长就是徐正伟，就是傅昆萁的老婆，那他老婆好像2任到了，接下来应该跟瓦登啊傅昆萁，各位看傅昆萁会不会选花莲县长？有没有人要跟我赌鸡排？花莲拢是人阿某花莲人你嘛跟差不多老公当完老婆当完又轮到要老公吗？所以那林炳文其实他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他？其实主要还是柯 P 嘛，柯 P 去爷的什么88会馆，这没去过，越听越好奇。你没去过，我不要。没有，尚义夫没有去过，我可怜啦。尚义夫为什么这么有名的地方你没有去过？而且这尚义夫的朋友都去过，只有他没去。对。没人找我，你怎么突然发现你88会馆以后，我才知道我人缘不好。对啊，本来都以为所有的事情问你就可以了。不是，就比较高级的地方不带我去，都带我去比较低级的地方。为什么大家会好奇？就是因为也是因为来自柯 P 嘛，柯 P 听说去一次以后就爱上那个地方，哎呦，这里世间哪有这好的所在，所以要常常去啊，还带他的核心幕僚去嘛，所以这里面唯一有机会，应该有可能去的是尚义夫。是啊，他也没去过。没有啊，你给我绕亏，你起来行啊？对啊，对不起各位，对啊，我道歉。你来分享一下，我道歉。对，好。而且你说林某人这件事情闹这样，是因为有一个影片那时候
剖出来，他自己剖出来。那时候剖出来的时候，本来好了，讲白了是那时候要讲说什么梁文杰的东西，可是一路上，当巧芯剖完这个以后，后来一路烧到李敏文，然后他，对了，你说一个被通缉，然后你隔海发这个。某种程度，如果我是法务部，我也会觉得面子挂不住嘛，一定的嘛。嚣张啊！对，你们这样子，我怎么可能面子挂得住？所以这整个就会被包括民众党也直接拿这个来打，就柯文哲什么待遇，李敏文什么待遇，这个东西被打，当这个东西一路往下在那样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影响很大了吗？这也被拿来当做，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操作的议题啊。对，它是一个政治操作的议题哈，但是政治操作的议题背后，它到底是什么？好，那当然。你像吴怡轩、张启凯都有讲话嘛，哈，包括国民党的徐小新嘛，对啊。当然你们一直都说啊，要回来啊，不然你背后是有什么啊，什么一大堆的。其实说一句实在话，当然现在是在新北法院审理他的案子，还有一个单位也很希望他回来，北检中组。北检中组也很希望他回来。所以当你看到这一些人在骂林炳文、打林炳文的时候，我突然回头来看，核心到底是谁？因为柯文哲会不会担心林炳文回来讲些事情呢？然后你们一直在骂，骂到最后会害到谁？我现在是问号。我现在是问号哈。北检当然希望他回来，因为。刚才讲到88会馆，因为对啊，柯文哲去过一次以后，跟朋友林炳文就跟人家说，柯文哲跟他说，88会馆这个地方不错，以后机会可以来。然后那个林炳文讲的是前国民党人士，好，不要逃脱，好，好，不要逃脱，是。所以你说，林炳文现在拿起来就变成说，林炳文就变成一个。是要打民进党还是要打谁？是要打民进党政府嘛？因为你注意看，之前打林炳文最凶的人其实是黄国昌。因为你注意看。之前打林炳文最凶的人其实是黄国昌。黄国昌现在不敢了啦。黄国昌拿着林炳文跟谁挂在一起打？郑文灿。郑文灿。然后现在你又发现柯文哲跟林炳文也有关系，然后林炳文跟蓝营也有关系。其实他就是蓝绿白都有朋友嘛。对啊，蓝绿白都有朋友。像这种江湖人，他一定各阵营都会有认识的啦。对啊，他蓝绿白都有嘛。而且陈仲豪也曾经说过嘛，林炳文政治现金向来大方。对啊，我听到的也是向来大方，个十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那选市长哦。然后你说，但是那个人找了3个人陪同把他退回去。对啊，然后你再看议员吧，议员30-50万的多得很啊。所以他有他的人脉嘛，他有他的人脉怎么样嘛？那林敏文他就变成一个通缉犯以后，变成一个政治议题，他不是单纯的司法议题，他不是单纯的是他个人的问题，通缉啦，要不要回来了等等啊，完全不一样了，大家都把它拉在一起了嘛。然后我最讶异的是柯震宇也在骂，然后国民党内跟柯震宇、柯文哲向来有交情的也在骂，骂到最后到底要害谁？当然，你现在说，这个是2号的时候，2022年11月2号的时候，2号的时候，检察单位开始在调查林炳文那个币矿旗下的那个 PG Talk 的诈骗案，然后他们的 PG Talk 的策略长叫陈茂佳出来解释。说啊，我们平台是被利用的、啊，怎么样，还呛呛说，现在脸书赖都很多诈骗信息啊，你们敢不敢约那个主客博啦、赖的总经理啦，等等。那特别谈到陈茂佳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说，不是就提到梁文杰吗？梁文杰去也是跟林崇文。一说是88会馆，但梁文杰的解释说是 PG Talk 总部嘛，是谁约的？他的朋友陈茂佳。
指的就是这一个人。那陈茂嘉呢？背景还蛮丰实的。好，其实他曾经以前是当过立委蔡家福办公室主任，好，然后后面他一直在青工团体活动，好，所以他当过新庄青工会长啦，还有新北市的青工总会总会长啦，全国青工总会的秘书长等等啦。但他同时是洪秀柱要选连任党主席的发言人，好，他也是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好，你看现任的评议委员，你在讲的这个过程，连博弈都还要看一下你手上这是谁？对，表示博弈在讲这是谁啊？给你看，好，我讲完了，给你看好。他在2016年还代表国民党选新庄区的立委啊，落选，就跳火圈了吴秉叡，跳火圈的那一段大家都很有记忆哈。然后你看，这就是他2023年新年还蛮熟悉，对，感觉哈，刚才点到的都是蓝营的，没有绿营的。青工团体也是你们蓝营的嘛，蔡家福也是你们蓝营的嘛，洪秀柱也是你们蓝营的嘛，好像有听过，对，洪秀柱好像听过。好，然后这就是他过年拍年的2023年过年的一个图片嘛，哈。然后他很有趣，就是说。他以前会去接触一些直播主啦，然后接触一些艺人啦等等的，好，所以他怎么去了 PG Talk 呢？就是其中跟 PG Talk 很熟的艺人推荐他去的，就推荐他去了 PG Talk。好，当然他去了 PG Talk，那个梁文杰呢？就说他好朋友现在在傅昆萁那边工作，那当然一提到傅昆萁，我们一句要去打听一下嘛，哈，他的确有在傅昆萁那边帮忙，因为他搞全国青工嘛，所以有些地方上的行程，傅昆萁要去地方上的行程，他是有负责一部分在安排的，确实也是在傅昆萁那边帮忙嘛，刚才还讲说在跟徐正威县长任内还有一些那个合作案 ，OK。所以这个刚才他一直说那个林炳文啊，什么一些人认识的都是那个什么人，边缘人，国民党不是核心人士啊，不是核心人士哈。他说这都是外围，好，外围傅昆萁算外围吗？傅昆萁稍微比较里面一点的，对，比较偏里面的，对。可博弈现在这件事情，这已经搞到巧先前年我看新闻，他发就不亲身的声明了，不自杀声明，为什么？我想先讲啦，这个林炳宏，我相信我完全不认识，但是光看新闻就知道他应该是黑白两道关系都很好，然后政治界也都很熟的啦，所以他居然不只是弃保潜逃被通缉啊，他是直接大的在外国就直接发脸书跟我们立法委员互相比战啊，这种气魄我就是手贱，完全没有在怕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巧芯会紧张到说要请随护，然后发表说不自杀声明？我觉得，但会有人说啊，他一定故意的。可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巧芯是真的会担心，因为以林炳文的背景，也许他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一些势力在后面，尤其是我们的中华民国法务部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目前好像感觉起来没有特别的有一些互助的机制，让林炳文能够回来，甚至是我们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居然还说欢迎林炳文归案啊，欢迎啊！我不晓得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法务部讲出来的话吗？这时候还欢迎，有什么好欢迎的？把他抓回来啊！之前陈启玉还记得吧？台盐11亿的这个掏空案，结果呢，把他居然交保出去了，放他无保出去了，抓回来是来不及，已经跑掉了。又在发生了林炳文，甚至到现在还嚣张的直接不甩我们台湾所有律法。我个人认为啦，让民众活得安心，这是最基本的。但现在如果连我们的立法委员都担心可能人身有安全的话，那我们的相关单位真的要负起责任来了。怎么样让这些有实力、有势力、关系好的一些违法人士，尽速的回到台湾来接受审理，然后并且给予他应该要有的判决？我觉得这是赖政府现在必须要努力的事情。我也期待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位林炳文先生，都能够把相关的讯息。我也碰到，都提醒他一下，该回来了。提醒他说，我们的法务部长希望他欢迎归案，好不好？让他回来看看，不要一直在外面，因为很多事情我老讲，他们滞留在外面，很多的真相永远无法浮现出来的。比如说包括柯文哲的问题啊，包括
这个陈茂家的事情啊，包括跟国民党到底熟不熟等等问题，我觉得与其让大家在那边猜，让大家在那边想，不如回来讲清楚、说明白。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公平、公正，而且应该要有态度。其实讲清楚、说明白，包括你说不管怎么讲，你说通缉犯在外面，然后直接发文。这确实对很多人来说，你是挑衅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单位，而且好不只是他了，那很多事情要回来才能讲清楚。橘子是不是真的要回来？有很多事情，这就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民党的人1月11号我知道会去，为什么？有一些本来已经是等到柯文哲进去，然后我认识的在台北国立大学的理工学院的学生小草们。又回流了，里面的关键都在这边，所以这里面有些事情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柯文哲有罪，他们也不是不知道，他们也知道，但是一定要把他关到死嘛，判决再关嘛，这是他们的一个概念，判决再关嘛，你这样子，所以那个不断的抗告，不断的羁押，然后再过来了，橘子都撤销了护照，林比文这么嚣张，他虽然是跟蓝的有关系，跟绿的可能有关系，这是他们的逻辑哦。是。所以徐巧芯是非常聪明的，把这个东西连结，因为他只要现在大罢免时代嘛，只要这些人挺在他身边就好了。所以其实光一个林比文，我们其实很多的你要去问他们那些平常在工作、在读书的，还包含我认识是老师嘞，他们这些人难道这些是非观念没有吗？但是觉得好像法务部。你是选择性的，你郑明谦这时候怎么不讲说我们已经行政遣返了？我们已经调查的单位知道他在哪里了，已经把他注销护照了。我说这个我是听他们讲的。对，创夏刚刚讲就是我刚刚说的，对他们很多人来讲，那个叫做孰轻孰重。对，他也知道柯文哲可能犯了一些，不管你说图利或什么，但他把两个摆在一起，他更在乎的是这一块。这一块嘛，就是对你这个选择性的，柯文哲很坏，柯文哲就会判嘛，但是他们也讲了。那当然，今天的求真民调我也是觉得有点可笑，那后面再讲。但是他们也过半，没有过半相信柯文哲无辜嘛，但是他们会觉得说，那你就判罪嘛，你判刑如果判几年再说嘛，就抓去关嘛，再关嘛，那为什么一定要关出来 ？OK，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氛围里面，其实这个整个氛围已经不是柯文哲案，是对于整个2025年全面的台湾的大浪潮里面情绪的累积。那徐巧芯确实是聪明的政治人物。庄夏刚已经说到，这整个大浪潮会不会最近好讲穿了？从立法院之间朝野之间的对抗，到很多相关这些案子的情绪的累积，到最后，刚好堆积出来就是2月1号。2月1号开始，整个会有大浪潮吗？等一下，俊宪委员一定要问嘛。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两边的态度，俊宪是直接大辣辣。我看到你在媒体上直接说，你觉得要遍地开花，大家要就正面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公豪，2月1号真的会这样吗？大家火车对撞，直接大罢免潮直接对干。我想搞清楚大罢免潮到底多少算大罢免潮？是所有的区域立委都被罢免，还是说国民党所有的区域立委都被罢免，这算大罢免潮？还是说有6到10个就算大罢免潮？罢免一定会有。哦，一定会有，尤其是我们选区。叶元之，好，你那个针对性太强。元之唱阿爸子，好不好？这个有Grace在帮他助选，好不好？那光台北就好几个地方都在联署，台中是6个立委都国民党。台中那不是已经快全面了？台中几乎国民党后面北台湾几乎都全面了，对，北台湾连桃园都要6席，对，北台湾几乎是全面的，对。我讲一句白话文，民进党有能力在桃园罢6个立委吗？做不到了，不可能啊！就是民间有一股气是事实啊，跟你能不能真的带动起来，大罢免下去没过，后面2年多快3年的时间，你就不能再罢免了，反而是保障。以原之来讲，罢免。他大概是2阶段最快的一个，因为他是第一阶段就连署完成了。不过我讲是还没到2月1号，对，理论上还不能动，还不能连署，好不好？2月1号没有到，可是他生日那天连署，人家第1阶段连署名单已经准备好了。那不算了，那是他们自己做了私下的举动，还是要有中选会公布的正式文才可以。原之的连署速度2月1号开始一定是最快一个。那可能是啦，那我们对所有的联络电话。为了要罢免原之的是连身份证影本都愿意提供
那很好，很为何法规啊？我怎么你那个是很危险哦。这我怎么说？这个遵照法规，我罗志祥，你要准备好啊。赖世宝，你联署过你怎么罢掉了？我们讲对啊，所以他现在有一个高峰，有一个情绪的高峰期，但是后面一定会有个冷却期。好，那关键是，所以赖清德总统要怎么办呢？有一股名气哦。所以这个东西还在我在看还是在且战且走。但是你会不会有1、2个指标性的会被先罢免掉？先拿来。可是正好晒看，不管是不是大罢免，如果你讲有几个指标性的哈，好了，我们也不要一直提那指标性的那些名字。那可是如果有1、2个指标性，你讲的一定是蓝营的被罢的嘛？就原资嘛。好，如果这样的话，难道蓝营的人做事着说，你们自己的人就算不是全面遍地开花41席，蓝营的人会做事？我这几个指标性的被这样子海 K 吗？你们难道都不动吗？他们一定先找吴佩益啊。吴思雅就摆明讲了，对啊，我听到的是吴佩益第一个。其实这2个都差不多。但是我内部其实对于我听到的是对于吴思雅更积极，原因是因为他的仇恨值更高，所以在罢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更有利。因为他们2个同时都是当时是萨卡都，对。然后一定是第一个条件是另外2个加起来票都对嘛？都大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仇恨值。所以你们一定会，如果有人对你们，你们就一定会先针对。所以关键在中间选民嘛。当然。其实都很清楚嘛，联署的都很清楚，知道中间选民很重要。所以中间选民到底会不会出来？关键在这里啊。联署的都很清楚，知道中间选民很重要。所以中间选民到底会不会出来？关键在这里啊。可是，来军建委，你是直接在媒体上说你赞成遍地开花大罢免，你觉得这是对历史负责？不，我觉得一个前提就是在现阶段一定是公民团体发起。那民进党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单独发起罢免都不会成功。你一定要是有民意做前面嘛。那公民团体如果他可以完成2阶段的联署，就达到了门槛。那我觉得民进党就要介入，要全力介入。那就看他有几个区可以完成。就要到10%，因为第一阶段1%，第二阶段10%。对，他如果完成5区、10区、20区，他如果可以全部，反正他只要可以进入2阶段，我觉得民进党就应该要全力投入。因为最不希望民进党介入的可能是被罢免的人，像国民党。像我们这些嘛，那不管如何啦，民进党有没有介入也好啦，只要罢免的成败都会算民进党的成败啦。这必然，所以民进党你无可回避嘛。那只是现阶段你不能让说一开始就是政党对决，那民进党也没有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现在发起的都是公民团体，其实他们很早大概就跃跃欲试了。其中叶元之那个效率最好。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也要做好准备啦，就是说你现在不是选择你要不要投入啦，你没有这个选项了，你只能选择。那如果真的大罢免了，那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要怎么去嘛？我觉得啦，民进党我们常说表决输，但是论述不能输嘛。那现在这些公民团体帮民进党搭了一个可以让我们有机会论述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民进党至少投入的时候就是再把它讲清楚。因为其实很多人也不是很了解现在立法院，因为两边都会都各自去宣传。那这样的罢免强度能到哪里？我现在看见很多公民团体都很努力了。像比如说像赖士葆、罗志强民进党努力罢掉一个优秀的国会议员就可以选了。对。我们举例，这个杀伤力很强，影射才是杀伤力最强的，没有这个，我们全力支持赖士葆委员跟罗志强委员。举例。是。举例了我们也希望民进党、国民党是优秀理性的人才出现嘛，对不对？是吧？所以像我跟博弈谈了几次，我就欣赏这个年轻人。你不要讲，我们讲别人好。但是民进党应该要做好准备了啦。第一个，你看各地的那个罢免联署的状况都超乎大家预期。OK， 因为很多的单位
他们的反应都是这样。而且有些公民团体是很勇敢的。他们甚至在那个地方恶势力盘踞的地方，会像花莲啊，像云林啊，那些都是啊。我遇过几个发起人，他们也坦白说他们会害怕，所以他们也都是戴帽子戴口罩。可是他们说他们还是要推。那在这么艰困的状况下，你说这些人都愿意站出来了，那你民进党一定要思考到，如果他们真的可以达到那个罢免联署的门槛。不管他有几区嘛，只要他有通过门槛，那每一区民进党都应该全力去支持。好，所以你的前提是，如果要是公民团体到1%、2%，就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过，民进党就应该要介入，然后大力的去挺这一块。对。但一夫可不可以简单告诉我，如果这样大家都会算数嘛？对。如果这样罢，刚东豪讲为什么是？难道全部只有41对38才叫大罢免吗？还是如果要讲说是6席或10席？6席或10席可能会造成的结果，就是立法院的生态会不会改变，对不对？因为过程当中，赖清德总统从就任以后，一直觉得在立法院就是最爱难行。可是我刚刚为什么要问博弈？就是如果要是蓝营有一个人被点名胜获，可能真的面临到被罢的这种危机，他们肯定也直接针对对方罢，一定会反击的，一定会嘛。所以大家现在就是每个地方都是子弹上膛，但我只是不扣扳机而已吗？那主动发起的，现在看起来民团发起的大部分是针对蓝营的这些。蓝营这些有人讲说，你东豪刚才讲，你不可能全面嘛。徐小青蓝营都够稳吧？那个地区，刚才建成我跟你讲，花莲谁有可能？虽然媒体上有提到说，也有人在花莲要进行罢免的一些推动，我有看到那些新闻。可是对傅昆萁来讲，你怎么可能会在花莲动得了傅昆萁？我觉得一件事啊，就是说稳不稳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拿2024年立委选举投票的为基础嘛，哈。再算那个票源，比如说徐巧芯89000多票，许淑华76000多票，两个人差了16000多票。但是简单的说，他那里面的选民是234000多票，换言之，有将近7万的人没有出来投票，差不多7成投票，7万没有投票哦。那如果说你仇恨值越高，那你许淑华本身许淑华的76000多票吹出来的比例会不会相对高？好，那另外一边6万多票、7万多票没有投票的人，对这一次政治事件的整个看法是什么？那我们就算的话，就是用票在比票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一群当时没有投票的人。你看青鸟里面追星族那一些拿着追明星的那一些年轻人，你认为他们有投票吗？大概都不太投票的，但他们都出来了。所以你说这里面是不是存在着一定稳与不稳？我觉得大家都还存在着变数所在。那一般来说，罢免，我要罢免陈东豪，陈东豪去动员他的人反罢免出来，因为如果进入大罢免，我认为没有冷战空间，只有热战空间。你要把你的人吹出来，但你能吹出你的当选票数吗？可是热战，国民党打了一个最拿来当做经典的之战，基隆谢国良嘛，对，但是你看他的反罢免票还是低于他的当选票。不过我觉得，因为谢国良那件事情来讲，民进党的策略就是犹豫不决，对，又要介入又不介入这样，就不像巨宪刚刚讲，如果一旦走到热战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关键了，就是去年的1月13号投给柯文哲那369，怎么分的？他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在去年1月13号的时候，在很多区域立委选区里面，投柯文哲的人同时投了国民党的立委。我讲了啊，就是说因为基隆市市长是单一啊，因为公民团体发动是罢免很多国民党立委，国民党要发动罢免几位民进党立委，那个跟单一选区的概念不一样。就是说我只是一个谢国良的往来，因为他那一个变成，如果双方在罢免的时候，民进党能不动吗？光他护自己的人，他也必须要动。国民党面对公民团体要这样的时候，在这边沙盘推演要点名，他也要动，所以一定热战，一定也要动。好，热战，那就出现几个问题。你比如说花莲傅昆萁的当选要靠什么？靠资源呢？他要靠资源呢。但是花莲反复联盟的是不是团结，它又是一个变数。它也是有6万多票没有投哦，没有投哦。所以那一块没有投的那一块人数里面，会因为最近政治上的波动而出来投票吗？它是一个变数哦。所以这个变数
存在的时候，谁能说它一定稳 ？OK， 我只能说相对看来比较稳，但会不会有意外，你不能排除哦。你不能排除哦。所以我说，这个大罢免的时代里面，走到一定热战的时候，它的激烈程度会回到跟选举的样态会差不多，因为太多人。太多人，它就是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对，全国性的，它会不会把那个单一冷冷的，会整个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东西？那个影响效果会不一样。所以刚刚讲也点了另外一个嘛，就是那如果真的面临到大罢免，白银当初的支持的那些票，往哪里流，蛮重要。当然。但显然，如果明天一会去参加明天一的那些，或是现在民调看得出来，大概还有10%左右的。那应该会是白银会偏蓝系的铁粉的感觉，没错。如果是这样，这的确是，对不对？那你们一定有预估到自己点兵点将，如果要是立法院几席翻盘，那可能在立法院生态就变了。对，一定。所以你们也不可能让它发生这种事。对，那你们未来策略，就你说的嘛，备战什么不求战什么，就是这样。备战不求战啊，以战止战。哦。不过先讲这次的立法委员大罢免风潮。国民党从来都不是始作俑者，都是民进党一直不要说民进党好了，绿营可能是地方的一些团体一直提出来一些东西，尤其是刚刚我们一直讨论到某一个立法委员，对，从他开始的嘛，所以这个事情对国民党而言，一开始的态度其实也很单纯，就是你们挑了几个人，绿营挑了几个人，我们蓝营一定会挑几个人来反制嘛，这样就可以了嘛，大家互相就是一定要有态度，这是政党的态度嘛，但是没有想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民团。我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好了，他提出来了27位要罢免的区域立委，不是几乎是全部。民团，我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好了，他提出来了27位要罢免的区域立委。不是几乎是全部，都是蓝营，那你告诉我这个民团是什么颜色的？我相信大家会有个判断嘛。好，民团要罢免蓝营的区域立委27席，那个到80%以上的这个比例没有关系，还可以说它是地方团体。但是柯建铭柯总召直接跳出来加码全罢，跟各位报告41席里面不只有国民党，连无党籍都要罢，因为国民党的区域委只有39席啊，对啊。他连高金跟陈超明都一起要罢。陈超明是国民党以无党籍选，他对，可是他党籍是无党籍啊，他选他是无党籍嘛。高金他也要一起处理嘛。对，所以变成说，只要不是民进党籍的，因为白银是区域没办法罢了，他全部罢。白银是不分区，不分区无法罢之外，大家全部都要罢光了。这个事情，我讲到现在，你说国民党如果都没有个态度，说实话，我们的支持者是不能接受的啦。国民党可不可以就满足大家对决一次？41对38，不是。就是解散国会，全面改选嘛？不是，这是最妙的，不是，这是最不可能的事情。对，可是这是社会上最多人期待的事情。你解散国会之后，对，黄白银还第一名，他3席，没有，白银根本不出席就好了。对，白银你民进党要拿，民进党要拿57席才能解散啊！我不出席，你根本拿不到啊！国民党跟民进党谈好嘛，所以解散国会受伤最大的是白银。白银一定不动嘛，不动嘛，所以我讲重点嘛，我是席次多数，我给你解散国会有毛病啊！我要投票赢你就好了，为什么要解散我自己？你们什么逻辑啊？你们叶元之一定反对解散国会嘛？不要说每个都反对啊，多数党都会反对的。我明明有民主程序投票可以赢的，我居然要罢免，然后呢，我居然要解散国会，然后呢？解散是为了反对绿营行政院院长，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我用投票就能够限制他了，我干嘛要这个全体的？对不对？我还要把它倒阁，然后绿营还说，国民党你有种倒阁啊？这什么话？这是有种没种的问题吗？是吗？已经聊到感情层面就对了。我们是法律层面，好不好？法治国家，立法委员是一票票投出来的。谁投票出来票多，就照他想法走嘛。就现在都不讲人数多少了，有种你来啊，有种你来啊！你不要忘记哦，黄国昌跟你们国民党都曾经骂过卓荣泰违法哦。
就那个 NCC 代理主委什么一大堆的，那违法的行政院长你们不把他倒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立法有理由啊，违法就跟倒阁嘛，好奇怪，违法那跟倒阁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把连接在一起了。你们可以接受行政院院长我们希望违法，能够立法，如果行政院长不行，立法院可以投不信任票，对吧？不信任票就是倒阁啊，我希望他下来嘛，对啊，但现在法规不行嘛。所以我说可以啊，可以啊，不信任票就倒阁才可以啊。没有，你们就不要倒阁，你们最多讲如果有违法，要不要送去弹劾啦，什么什么这些，都来谈，但是你们就千万不能讲到不信任投票这些啦。就没有，我们都要不信任，但是不是说不要投票，对，不要投票，对，或者是说，我们来讲的怪怪，不信任又不投票，我刚才这样讲了，你对于行政院长不信任，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就要倒阁？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很多法规可以照走的，包括了行政院提复议案，总统要不要宣告等等一堆嘛，就现在通通简化了，因为国民党不喜欢民进党的行政院长，不倒阁就是没种，这是什么逻辑？好，这两回不同的事情。我讲是罢免，我讲倒阁去，对，我回到我主题。他讲的不完全错了，我讲是对的，是吧？那你就不要修选办法，对不对？你可以不倒阁嘛，那你为什么要去修选办法？对不对？你要没收人民的罢免权，拉高罢免。我跟你讲，大家根本看这个不，其实因为很多公民团体生气，就是因为你把那个罢免权给拿掉，你提高门槛，提高门槛，对啊，你增加它的困难度啊，所以这些民众他就认为啊，你们是针对他们啊，剥夺人民的罢免权，是这样来嘛？然后国民党因为还要公投绑大选，所以公投法就不提高门槛。对吧？回到我了。对。刚才讲一个军校委员讲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罢免的事情，我老讲其实并不是完全主观于两个政党想法如何，是民众的看法如何，这其实真的最重要。对，所以其实我现在看到很多媒体民调都有，我不管是蓝或绿或者习惯一些民调，原则上不希望罢免立委的，不管是各年龄层、各政党、各性别，几乎都是不希望的居多。因为这个事情。不要忘记，我们之前基隆或者点对点的某一个，就韩国瑜也罢了，那单点而已，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到大罢免潮不是这样子是我每一区都罢免的话，或者是全部重选那个日子对于民间的影响那是非常重大的。我们之前基隆或者点对点的某一个，就韩国瑜也罢了，那单点而已，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到大罢免潮不是这样子是我每一区都罢免的话，或者是全部重选那个日子对于民间的影响那是非常重大的。OK， 台湾现在是每2年平均每2年选一次举嘛，选完市长选总统嘛，大家可能已经进入一个就是觉得累，但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当你罢免开始完之后，就是几乎是每1年都要选一次。尤其是如果还罢免成功的，我还在补选。也就是我1年我不想要选几次举才够啊。大家政党吵得很高兴，觉得义愤填膺，民众是怎么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才讲，如果今年2月1号之后，假设罢免是某几点发生，就是某几个委员被提出来，我觉得那个才会有机会有通过或不通过的问题。但如果真的是全部大罢免，全台大罢免，不管是蓝的区域立委还是绿的区域立委，全部都来的话，我个人认为想要通过哪一个人都很困难，因为民众会反感，而反感的时候会造成最后出来投票的意愿降低。所以我还是要讲啦，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任何一个政党或哪一个颜色，就事实来讨论。如果你针对某一个人不好，你想要罢免他，我都尊重，因为这是你的权利。但你到现在已经讲不出理由，只是说因为在野党你就是卖台，你是拖台湾后腿，所以我全部都要罢。用这么简单的理由来做论述的话，那我觉得很可悲啊！不是，那我去年年初我投票的意义什么啊？我投完之后今天就罢免了。你这个还是交给人民决定。对，当然，对不对？那你就不要，还是没回答问题，那你就不要去给人家改罢免法。我把它讲完了。第一个，因为现在这一届的立委他们就职，像我就职，我依照是哪一个法律？选举罢免法，不是选举法所以这个法律是一套的，我依照这个法律，我怎么样当选？那我跟选民的约定是，如果怎么样，你可以依照这个法律罢免我。你如果要改变这个规则，你至少从下一届开始，那还会自肥嘞，对不对？你才刚上任半年，你就要把这个我们依法就职这个法，你把它改掉。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讲的没有错哦，就是说很多人讨厌罢免，可是很多人也支持罢免啊。我不知道你看哪个民调，你看黄国昌的民调，我都有了，我看不要看黄国昌民调了啊。没关系，没意见。就是说，那不是说罢免就可以罢免呢？现有法律还是有门槛嘛，对不对？可是你不要把它乱改，把它提高嘛。对。那个律师，我补充一个点，
刚刚我跟你讲的就是到底民众喜不喜欢？我刚刚讲民调里面还包括了一个认为要不要应该加严联署的，也是认为该变严的是比较多数。所以从下一届开始嘛。然后那如果我叫你不要看黄国昌民调，我不是看黄国昌民调，黄国昌民调哪一个民调？求真是不是？我没看了，对，就是说大部分的民众，第一个是比较赞成加严联署，再第二个，如果民党真的认为不公平的话，那为什么郭台铭联署的时候要附身份证？那时候为什么不讲？那是依照法律啊。不是，对，你们当时觉得郭台铭要联署的时候附身份证是合理的。那就比较同样的标准，现在附身份证要罢免也是合理的。当时不讲话，现在讲话，那叫双重标准啊。最后30秒来，你觉得2月1号以后态势会怎么样？基本上呢，不会全台湾都有，但是全台湾都会是这个话题。然后这个话题里面呢，真正的困难点不是罢免几个，而是这场战争会战到10月，中间太多变化。而这种变化里面，整个朱立伦为什么要一战止战？因为大罢免大敌当前。他是指的是内战，党主席，哎，对的。但是另外一个民进党要担心的是，不要想倒戈啦。我去买那个菱角的时候，老板问我说：“你们一直在骂那卓荣泰，卓荣泰是谁？”你们这个内阁太弱，连卓荣泰是谁，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的时候，10个月之内，川普台风、经济情势，恐怕民进党要想的是这个事情。OK。来，庆王30秒告诉我，你整个如果真的进行大罢免潮或所有这些，对国内来讲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包括政治跟财经各方面。我觉得我从刚到现在一直想要讲一件事情啊，在周星驰电影里面，他面对皇帝的时候说乞丐的数量有多少是你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同样的罢免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民进党决定或是国民党决定，而是议题丢出来的时候，像。这个选罢法是一件事情，这个财划法是一件事情，然后把这年改回去又是一件事情。你是不断的啊，就等于说蓝白现在很多修法动作是不断在堆叠罢免的能量，所以等于是这个罢免能量是不断的被堆叠出来，它是浮动的。所以即便博弈刚刚就算他引用的是黄国昌的民调好了，反正那个民调，反正是什么民调？反正那个民调反正民调也是浮动的，就它不是一次看就是长这个样子，而是你有很多的法案，如果跟人民想要的是站在反方向的话，那你就会不断的堆叠罢免能量，而堆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你看到的嘛。因为我看到这个阶段，其实民进党没有参与，但是很多地方公民团体都在做，包括连我们新竹市都有，所以等于你堆叠到一个阶段，都是民进党到时候可能也不得不进来，所以等于说这个是一个浮动的状况。所以蓝白能不能控制这个状况？蓝白不是不能控制，只是蓝白在现在这种修法的方式不断的一直往那边去堆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很多是他们堆叠出来的能量，被创造出来的能量，而现在看起来我还没有看到他们有要让这个能量宣泄的状况。OK。再未来2月1号到底会不会进行到大罢免潮，会有多少席会进行到，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国内来讲的话，不管从立法院到各方面，那民众看到又会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呢？最重要是明天整个小草集结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那个声援会是什么样一个场景？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